大家好，我是《长空之王》的导演刘晓世。大家好，我是试飞员雷雨的扮演者王一博。刘导呢，其实之前对于航空相关的工作也是接触过非常多。您接触过多少位试飞员呢？没有仔细数过。我是在电影学院毕业之后，在航空工业工作到今年7月份满15周年。在过去的15年里边，就每年出差都会有大量的时间去各种实验基地，然后接触了很多试飞员。比方说就歼击机、轰炸机、运输机、直升机的试飞员都有机会接触到，而且很多人都是我就特别好的朋友。他们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什么？我觉得首先他们有很强烈的使命感，因为中国空军几乎全部的飞行装备，然后海军航空兵的飞行装备，陆军航空兵全部由他们试飞出来的。另外一个是就反差感，就他们一边是我们在电影里呈现的英雄，另外一个他们是像普通人一样，也是一个父亲，也是一个儿子，也是一个丈夫。我觉得试飞员这个群体其实对于广大观众来说还是相对比较陌生的。一博，你在接触这个剧本之前知道试飞员这个职业吗？其实也是不知道的，对，也是通过剧本，然后跟导演的描述，然后再到我们去了试飞基地，通过聊天，通过一些试飞员给我们讲的一些真实的故事，才知道了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试飞群体。但是我觉得试飞员这个群体其实很难去描摹他们，是什么样的动机触动了您一定要来拍这样一个题材？我本身又是一个航空迷，再加上我就是长期在这个系统从事一个最基层的工作，有机会从上到下去观察这个群体。2012年有一次科研任务，就是我要去航空母舰上出差，然后在航母上待了30多天，每天飞行结束之后，就所有的人大家都会在一个300多米长的一个甲板上散步，就四周是漆黑一片，就远远的可以看见那海上那个钻井平台这燃烧的那个一团火焰。每个人聊的话题都是就是未来中国的军事装备该怎么发展。当时我就觉得就如果有机会能够拍这样一个群体，拍这样一部电影，就还是挺酷的。我相信当时您看到的那团火焰，也点燃您拍这部《长空之王》心中的那团火。是我对那个火焰记忆非常深刻，就感觉好像你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然后跟这帮人在一起，就是看见了一束就最亮的光。性命加使命，才是我们的生命。他们的故事真的值得被歌颂，也值得被讲述。一博这一次在其中塑造了这样一位年轻的试飞员的形象，我觉得这个角色塑造的很有信念感。你怎么去建立一个对于自己完全陌生的一个职业试飞员的那种信念感？看到剧本，然后要仔细的去读，去理解这个角色，然后就是要去理解试飞员的这个兵种，然后通过跟试飞员聊天，然后包括要查阅一些资料。毕竟飞行状态里的那个表演是要去演出来的，因为我们并不是在真正的飞机上去做一些大的机动、大的过载，就是在想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身体和面部的肌肉像是在过载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们会去了解试飞员在过载的时候的一些呼吸的状态。然后包括他们的视线会经常在看哪里，也有买过一些飞行模型，就是找一下这个手的动作的幅度大概是什么样的，就一点一点去找吧。就每天都要去找那个手感，是吧？就是有一个飞行的一个算是游戏，它就是会教你怎么样开启一架飞机，然后怎么样做一些过载动作什么的，对，有去练习。然后包括因为飞机有很多的操控嘛，有踏板是在陆地着陆的时候，然后在油门对，摇杆，这样非常有新鲜感。感觉怎么样？太棒了！我知道这个试飞员他其实是要经历非常严格的选拔和筛选的，在这其中就有很多很多的测试，这比你之前想象的项目种类要更多吗？还是挺多的，包括那个旋转的那个过载机的实验。好，那就35，简单的35啊，好，35啊，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人物呢特别鲜活，是因为他有很多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会让我们觉得特别真实。你有喜欢的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小细节吗？比如说他会把舒克一直带在身边，这也表现了雷雨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试飞员，对，有少年期。对，包括这个舒克，我看到是一个小乐高，这是导演根据伊博来设计的这样一个细节吗？是的，是的。我觉得伊博本身就是一个很可爱、有少年气的演员，因为他在生活当中很单纯。包括他之前说做那个3自由度那个转轮的时候，那天拍了很长时间，在那个上面确实是不太好受。他拍完那个戏去换衣服的时候，这个肩带就在他的那个身上留下都是那个血道的，但他一直也没有告诉我。伊博的耐受力很强。我觉得对于军人形象的塑造来说，这种爷们儿气概是非常重要的。导演觉得伊博做到了吗？做到了。进组之前，我们给伊博提供过纪录片啊，还有一些资料。在他进组，我们通过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伊博把这东西消化得很好。再加上啊，就是我们组织了大量的讲座，然后去跟试飞员交流，然后去试飞基地去参观学习，这些对伊博还有其他的年轻的演员去进入角色来讲，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们也都非常认真，所以他们除了就是理论学习、飞行知识的学习、健身以外，他们花大量的时间在剧组里面，就是推掉所有的事情，就沉浸在一个创作状态当中。我觉得在这样的前提下，呈现一个好的结果是必然的。伊博第一次去到那个试飞基地的时候，什么样的感觉？无法形容自己内心的激动。太多飞机了，就是一会儿一架，一会儿一架，就起落的，然后那个声音就是真的是无法形容。站在飞机旁边，听着那个引擎的声音，然后滑出跑道，然后又升空，就把天空撕裂，就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一种激动感。试飞员他们的工作是和平年代距离危险最近的一群人，真的非常的值得我们尊敬。他们的每一次试飞都牵挂着家人的心。你也接触过很多的试飞员，他们和家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微妙的情感呢？我采访过很多试飞员的子女和他们的太太，我觉得试飞员对待家人有一种愧疚的心理，所以他们在不飞行的时候尽量去买菜，去给自己的家里人去做饭，就想通过这种简单的仪式感来弥补自己长期在生活当中缺位的那个遗憾。因为一个型号需要经过好几年，在不同状态下那个科研试飞，所以他们对待家里人普遍就觉得很内疚。那他们一般试飞之前会和家人有一个报告仪式感吗？他们不太会在执行高风险科目之前在家里面去营造这种气氛，反而是什么呢？故意不谈这些东西。有时候情愿他们跟自己的家里人开玩笑讲一个段子，他们都不会去说我明天早上起来9点钟要飞某一个1类风险科目。跟大家分享一个细节，就是我们那个吉宽局长，他是中国非常优秀的试飞员，他是一个硬汉，他太太呢也是就是试飞局的一名政工干部，他的办公室就在离机场不远。他每一次飞1类风险科目之前，都会在他太太那个2层楼的办公室底下，在那往上面看几分钟，再上飞机。但是他太太从来不会在2层楼的那个窗口往下看他，就害怕就是在他在飞行的时候增加他的心理负担。对于一个试飞员来讲，在执行高风险科目的时候，就平静冷静的这个情绪非常重要。所以对于他们家人来说，其实时刻都是牵挂的，因为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就是在执行特别危险的任务。对，这里面还有关于战友情的刻画，怎么样去理解雷雨和自己战友之间的一开始是对手，但是后来却成为了一生的战友的这种情感。因为雷雨跟邓放肯定都是比较年轻的，到了试飞局都有一股冲劲儿在，我们都要飞最好的飞机，从年轻高傲，然后慢慢成长，然后经历过生死，成了最好的战友。刚才一博说到最好啊，导演觉得他身上有没有做事要做到最好的这种拼劲儿？肯定有。在我看来，就是跟他相处的这么长时间，他有时候还挺害羞的，是一个羞于表达的人。外表非常平静，非常冷静，但其实感情也非常脆弱。这一次在电影当中，反而是很多我们觉得会流泪的地方，
一博的角色雷雨克制住了，保持了这种男儿有泪不轻弹的这种特质。您是怎么样处理这一次在电影当中雷雨这个角色他的情感的流露？因为我长期跟军人打交道，我觉得军人表面上就是很硬汉，其实他们都是一群情感很丰富，就在对待亲情友情这一块，但他们另一方面有特别勇敢坚毅的一面，就他的丰富性在这个角色身上就体现得非常丰富。就一博也是这样的人，很坚毅，好多事情也从来不叫苦叫屈叫累。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内心很丰富很细腻的。导演多次提到了硬汉这个词儿，就是军人在我们心目当中的这种形象，坚持自己心中的梦想，就是会有一种硬汉的酷劲儿的。是非是没有硝烟的战场，除了胜利，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